心相满意，万事戎马收提，有些曲折离奇，有些谈笑无忌，一壶浊酒平息，来把流言暂起。殿下，殿下，肉串上要刷这个奶酥油。为什么要用奶酥油啊？回陛下的话，制肉时要用不同的火，譬如木柴、石炭、麻杆，味道各是不同。不同的肉烤制的方式也是不同的。譬如那道烧栗子，原是北宋开封的名菜，烤制时要刷花椒盐水，可陛下体质易上火，奴婢特意改用了奶酥油。谢陛下。哎，这等半天了，别再烤了，都老了。父皇，小心烫。不是很脆。陛下，用奶酥油来烤，第一口咬下去一定是酥的，若是脆的，定是烤得不得法了。父皇。父皇还记得吗？有一次，儿臣命人来给您送烤羊肉，那是儿臣第一次出猎，打下来的野山羊。这一次，是用肉质更美的羊肋，味道更香。焦了。焦了？这是说你上次烤那羊肉，焦了，完全不能入口。因为那时候是儿子第一次亲自来烤，没有经验。姚典善，吃肉非常油腻，陛下从前吃了还会牙痛，你怎能私自献上？苏思善，
我在调料中加入了少量微辛的百里香粉，可以去火除腥，还可以调味增香。陛下在用膳之时配的是去火的菊花饮，只要搭配适宜，炙肉可以抵御寒冷，还有补虚温中的食疗效果。更何况，在那日宴会上，苏思善与胡尚时准备的不也是炙肉吗？陛下，奴婢精心为您准备了膳食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快！陛下，请一试。怎么有股干贝的味道啊？陛下说的是，鱼腹内还特意加入了冬笋、香菇、海参、干贝、鸡子青、猪肉来调味，因为用网油还有面饼裹得严严实实。虽然鱼肉经过烤制，却也是鲜而不腻，香气四溢。这道烤花懒桂鱼，还有养心润肺、去除油腥之效。桂鱼，富贵有余，好兆头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父皇，儿臣刚才练剑的时候着了风，身体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了。宣圣吟。是。想不到有一日，你也会跑到陛下面前来献媚。紫金，别挡我的路。娘娘，走，去看看。殿下，奴婢的右手不灵便。算了，还是缘起来吧。我怕某些人笨手笨脚的，害得我伤上加伤。苦肉计就罢了，为何还让我提起那野羊肉？千里迢迢从葫芦摩斯带回来的猫眼石，看你喜不喜欢。回殿下，奴婢不敢说。说吧，恕你无罪。君子，元子尽孙，合法。法木元火尽土也。在先帝的心中，殿下是备受宠爱的好圣孙，陛下则是动辄得救的嫡长子，时常还需要您和皇后娘娘来周全。那长此以往，
只怕连殿下自己都认为，皇上能够顺利继承大统，有您的一份功劳在，那自然在您的心中，就对陛下少了一份如沐之思、敬畏之情。你也太大胆了吧！你的手还没好。回殿下的话，圣太医妙手回春，伤势已大有好转。二国争权各用兵，摆成队伍定输赢。马行去路当先到，将守深宫借远征。哎，城险出居收败卒，隔河飞炮下重城。等闲识得军情事，一朝成功见太平。这是父皇身为东宫太子的时候写给曾子启的贺诗。这首诗表面说的是象棋，藏的则是当今天子建立太平盛世的胸襟与气魄。你这么说，倒像是比我更了解我父皇似的。皇上甫一登基，便停了一应的官家采买，连发数十道赈灾免税的圣旨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不说，更是整饬吏治，广开言路。历朝历代开国立业的雄主有之，守城忠心的圣主有之，但似陛下这般宽厚仁慈、恭俭爱民的贤主，亦当名垂后世，与日月同辉。若是说到皇上的圣明，那是3天3夜也说不完。只是有一件事，父皇母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在教场旧伤复发，我特地陪你父皇过来看看。你这孩子也是的，受了伤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！令父皇母后担忧，皆是儿臣不对。来，继续说。陛下，奴婢口无遮拦，罪该万死。哎，无妨，今天你说什么，朕都不会怪你。陛下，父皇，这个大胆的丫头，说您的功绩将会名留千古。没问你。你刚才说朕功绩3天3夜说不完，唯有一事处置不当，何事啊？一个小小的女官，竟然敢妄论帝王，着实该罚。哎，说。陛下，奴婢一时听市井议论，他们说，说呀。他们说，晋文朝的奸臣和正犯都已经伏法，只是可怜他们无辜的妻女们都遭受。住口！哎，说。他们接受牵连，或分立教坊，或与功臣为奴，甚至有人流放千里，客死异乡。陛下登基之时，曾大赦天下，受万民称颂。圣恩如同旭日之辉，连罪人都可以宽宥。可是，这万丈的光芒，为何独照拂不了天下至苦之人？啊！口出狂言，还不退下！父皇，这只是个不懂事的丫头，您宽厚仁德，不要与她计较。朕承继大统，君临义诏，可天下之广，庶之繁，岂是朕一人能独理？朕广发求严令，乃真心实意，可是进言者寥寥无几，如此沿路拥塞，上行下效，方有官员贪廉杂处，纲纪废弛啊！仅有一后宫女官，竟对朕说了实话，朕怎么会怪罪她呢？朕说过，功必赏，罪必罚。你是？回陛下，
奴婢是上师局的典善。陛下赐你升任司善，还不快谢恩？奴婢叩谢圣恩。你好好调养，等伤愈了，再去南京吧。谢父皇体恤。皇后啊，处置逆臣的家眷，乃当年皇考的旨意。现如今，我若宽恕了他们，岂不违背皇考的旨意？凡后宫女眷，不得妄议宫外之事。既然陛下问起，臣妾不得不答。陛下10余岁便侍奉在太祖皇帝身边，自然恪守祖训。皇民祖训有言：法外加刑，意在警示世人，非守成皇帝所用常法。以后子孙做了皇帝，只守律与大诰，不得妄加刑罚，唯恐一时所事不当，误伤无辜。后宅女眷本就无辜受累，此时陛下宽恕了他们，才是真正遵循了祖训。皇后，这些话是不是在你心中憋了好久？刚才那宫婢虽然胆大，却是说出了陛下心中所想。我身为陛下的皇后，自然应该为您分忧啊。传旨：监门中奸臣，其正犯已悉受显露，家属出发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，并袭将以及功臣家中为怒。若有存者，即经大赦，可诱为民，寄还田土。陛下圣明。殿下，现已无事，奴婢告退。你利用我。殿下，陛下突然到来，奴婢也是茫然不知啊。仔细一想，我在演练场受伤之事，父皇必定会亲自来验。你早就猜到他会来。殿下，你那一顿乱捧，捧得父皇都找不着北了。你的实际目的，其实就是为被流放的女眷求情。殿下误会，真的是冤枉了，奴婢哪敢。还不说实话。殿下，那些无辜的女子，因为家族的过错，一朝被贬为越级，她们被迫以声色于人，受尽凌辱。这不幸的境遇，同我娘何等相似。殿下，奴婢也帮了您。若非如此，殿下已启程去南京了。我真不应该送兔子给你啊，我应该送只狐狸才配你。一再在我面前装乖巧，实则全是虚情假意。我骗子！殿下也骗了我。什么？殿下先前说要放我走，说的是实话吗？殿下气我没有读过兵书，不懂得什么叫以退为进。您千方百计，不过是为了诈我的心意。现已无事，奴婢告退。诈你心意是真的，放你走也是真的。哎，这干嘛呀？你别推我，我有要紧事禀报。哎，这殿下忙着呢。殿下，殿下，
他自己闯进来的。他。姚姐姐，姚姐姐回来了！姚思善，姚姐姐，姚思善回来了！姚思善回来了！恭喜思善，恭喜思善！姚思善手受伤了，却因祸得福，受到陛下的嘉奖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运气啊！是啊，对啊，我们今天凑个份子，晚上聚在一起热闹一番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大家都把姚姐姐围得喘不过气了。姚姐姐，以后当了思善，还要教我们治善吗？是啊，要教我们治善吗？姚姐姐要教我们治善，对啊，教我们吧，教我们吧，多教我们一点。走，回去。姚思善，皇后娘娘召见。姚思善，别动，让我们将司药替您诊治清楚。他的医术可比离宫养病的潘司药还要高明呢。姜司药如何？请代为回禀皇后娘娘，姚思善的右手已大有起色，只要不颠勺，不进厨下，便不会牵累筋骨。他身体康健，只是有些私欲气结，想是素日劳累所致。只要好好休养，倒是不妨事的。我再开一些越居丸、理气治愈，便是。劳烦了。恭喜啊！这是何意啊？进来吧。拦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阿离，老夫人，我阿离册封太子嫔，要用的钗环都得用最好的。老夫人，太子嫔，老夫人，册立太子嫔需要前使行册封之礼，仪制是不能乱的。哼，皇后娘娘早有吩咐，一切请老夫人做主。是。东宫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储君，何须冒险派人行刺？若真是太子所为，又怎会派右军来接头？岂非大张旗鼓告诉众人幕后主使是谁吗？此事疑点重重，陛下不可轻信。朕自有主张。你重伤未愈，不必忧心。陛下，一切皆是锦衣卫查证不力，是臣的失职，请陛下宽限3日，臣一定重新调查，找出真正的幕后主使。劳烦。太子殿下到。父皇，儿臣派人查访，刚刚得知消息，在鳌山登上布置火药的工匠，已在庆典当晚被人趁乱灭口。事后，父皇怜悯工匠们无辜受累，不但没有怪罪，还对不幸丧生的工匠加以抚恤，这个人也就逃过了锦衣卫的审讯。难怪，此次严审的工匠都是活人，又有谁会去怀疑一个死人呢？陛下，此人身上定能查到证据。
他的师傅10年前曾是汉王府的旧人。汉王？没事吧？谢殿下，你重伤出狱，还来为我申辩，是我该谢你才对。这种栽赃陷害的把戏着实卑劣。皇上先前只是一时震怒，才会被人蒙蔽，殿下不必忧心。倒是另有一事，臣担心有人借此机会行调虎离山之计，殿下小心，最近千万莫要离京。好好养伤。可以捞出来了。嗯，好。这个摆放要注意一下位置。嗯，好。摆盘要一层一层的摆。嗯。别在这碍手碍脚的，还不出去？我也是上市局的掌膳。掌膳？一个贱民，此生也就止步于此了。待我以后掌了上市局，也许还能分些残羹给你呢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儿风大，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最近胸口闷，还是走走吧。刘公公，陛下还在忧心刺客的事儿。陛下在此，还不行礼？上市局供上10仙糕点，愿博陛下一乐。用心了呀。谢陛下恩典。如何呀，苏思善？可不止你一个人会讨陛下欢心呢。看来我真是小瞧你了。可不是，陛下金口玉言，以后若有好吃的好玩的膳食，准许我献上。你识字不多，又不通药膳，如何为陛下调理身子？不过就是一时的新鲜感罢了。等这新鲜劲过了，看怎么把你打回原形。那你就好好瞧着，我是如何青云直上的。疯了疯了！紫金呢？除了他，谁也管不了殷子平。人呢？干什么呀？抽筋了？出来！殿下，嘘！你在干什么？难搞。老夫人，都给我
去找啊！老夫人，您慢着点，慢着点，慢点啊！一间一间的都给我找清楚。行，一定要把人找到。我给您找。老夫人，真的不能往里闯了。阿里，老夫人，哎呦，您慢点。阿里，外祖母，您入宫了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太子殿下，不必多礼。外祖母要找的，我知道在哪儿。真的？嗯。没听见吗？外祖母要找阿离，还不带出来？是。外祖母，方才我一直听你喊阿离阿离的，想必是要找这只猫吧？不是。老夫人，殿下亲自给这只狸奴赐了名，叫砚台。哎呀，外祖母，我这儿还有正事呢，您先回去休息休息。啊，不是。来人，还不赶紧送老夫人回去？哎呀，殿下，慢点慢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，哎呦。出来，程武，外祖母刚走不久，把她叫回来。是。殿下，真去呀你！殿下这是何意啊？为何如此畏惧我外祖母？阿离，阿离，阿离！这一整天，我走到哪儿，彭城伯夫人就跟到哪儿。我实在是无处可藏了，才借了殿下的书斋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也不能在这儿搜吧，请殿下见谅。你连我都敢利用，为何如此怕他？殿下还记得当年我身患重病，出宫养病的事吗？宫中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若非老夫人她不死心，四处延请名医，恐怕我已不在这世上了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只有老夫人不肯弃了我。老夫人的举荐是为了巩固张家的权势，可她待我不能忘恩负义。你真的想当上使？别看思善跟上使只差一级，实则天差地别。你才多大年纪，竟想当一宫长侍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殿下，如此奚落嘲笑他人，实非君子所为。我没有嘲笑他人，我嘲笑你而已。那我从来不知道殿下您的心眼这么坏呢。我也从来不知道你的心机这么深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主动跑来我这儿，不就是想让我同情你，主动去替你遮掩？你是盼着我亲自向母亲陈情，你好自由自在。我现在被人苦苦相逼，都是因为您啊。你利用我一次又一次，从来不带手软，我却对你一次一次的心软，什么都主动帮你扛着，公平吗？那殿下有没有想过，或许我是无路可走了？你去吧。是。殿下，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坤宁宫。坤宁宫。殿下，您不都说了吗？这次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他的所有心愿我都想成全，只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他伤心。
殿下。等，放手！说正事，你有什么正事啊？这是我明日为陛下准备的膳单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。蒸猪蹄肚，汾羊头蹄，塞外黄薯，这些都太油腻了，别重蹈月华之前的覆辙。你要做八珍糕啊？正要请你教我。近日陛下身体欠安，这还是司药司的人告诉我，八珍糕可以调理陛下虚弱的脾胃，还有益智安神的奇效，正适宜陛下服用。子平，你明明不通药性，就该扬长避短，为何突然想到要用药膳啊？当然是。不对啊！陛下，郭贵妃今日已是第3回请见了。不见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没什么？陛下，太医，薛太医，陛下。请将陛下的膳食单取来。太子妃，太医已经查验过，膳食内并无毒物。皇后娘娘，所有膳食臣已仔细检查过，并无不当之处。陛下今日突然晕厥，怕只是旧疾复发罢了。事关陛下龙体，不可轻忽大意。膳食无毒，不代表他们无过。食材跟中药一样，若彼此相冲，则有害而无利。还是要细细查验，才能得出结论。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道八珍糕是谁做的？回太子妃，八珍糕是奴婢做的。这道八珍糕内用了什么食材？民间的八珍糕是用淮山药、白扁豆、莲子肉，还有茯苓、薏米、芡实、山楂与麦芽。宫廷的八珍糕则是依太医院开的方子，需将最后的2味换成党参还有鹿茸。糊涂！母后，我方才查验了父皇日常所用的药膳方，方内皆含灵芝、鹿茸、党参，药量对一个病人已经尽够了。如今上食局的女厨们对药理一知半解，竟也敢轻易动用药膳。父皇脾虚体弱，如此一补再补，这不是生生补出病来了吗？皇后娘娘，陛下近日龙体欠佳，上食局自是谨慎行事。药膳名录先报去太医院，由太医院开出药膳方，
司药司配出药材，该用什么药、用多少药，全都有记录，绝不敢有任何差错。太医院司药司的人，也该一并责罚。明知父皇虚不受补，还任凭上食局制作药膳。尤其是鹿茸，体质虚弱的人一旦服用过量，只会气血过剩，甚至会出现吐血、昏厥之症。依我看来，这次制作八珍糕的人，怀着一颗媚上之心，全然不顾父皇的龙体，实在应该重重惩治。你们知罪吗？还不向皇后请罪？皇后娘娘，陛下喜食荤腥，脾胃不调，太医们为了替陛下补益身体，常开大量的补药，如鹿茸、人参、灵芝等物。正如太子妃所言，补品过量也会伤身，但是宫中所有的药膳以及用量多少，都是由太医院拟定，加上药膳内有很多珍贵的药材，为防他人盗窃取利，还有专人监督，所以上食局决定不了药量，你们就可以推卸责任了，是吗？所以奴婢特意在用参之时，煨过了时辰，将参挤成炭状，还悄悄在和面的清水中加入了生萝卜汁。生萝卜汁？是，贵妃娘娘。生萝卜汁性凉，又可以化痰消滞、清热解毒，还可以下气，化解了补品中过猛的药性。萝卜本身还可以消食开胃，对陛下的身体绝对是有益无害的。所以，陛下此番发病，定与八珍糕无关。如此看来，你是明知太医院给的药膳方不妥，还隐匿不报了？为何要隐秘实情啊？别扶着了，一步一颤的，热。你曾在朕面前直言相见，既然有如此的气魄，为何不把实情告诉所有人？回陛下的话，八珍糕的膳方内添有补品，确实对陛下有补益身体之效，这本身并无过错。只是陛下先前坚信，药方内添有人参、鹿茸才有药效，那太医们又不敢忤逆上意，方有服用过量之忧。若奴婢如实禀报，极易引起误会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会牵连很多的太医，还有司药司的医女们。不如先以党参、鹿茸来补充元气，再用萝卜来理气，才不会气滞生病啊。哎呀，作为一个庖厨，不仅能制作精美的膳食，还善解人意，办起事儿来还如此的有章法。作为一个司膳，真是委屈你了呀。朕以为，臣妾以为，还是封他为太子嫔吧。人生百般滋味，皆醉，真情难能可贵，要追。爱的终点究竟是谁？哭着笑着一生狼狈，盼望着传说里那些青梅，寒夜里与我
远走高飞，和真爱一起化灰，等待着寂寞里开出花蕊，和梦做一场约会，梦里的心不破碎，有人会和